炎魔掌。早知道多带几个人过来。这里是锦城，在锦城和唐门作对，大家长，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人多吗？胜者为王。人多便能胜过我吗？ 苏家主确实是一个不断能给人惊喜的人。这暗器上有剧毒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已经太晚了。废话真多，也让你体会一下不得言行的痛苦。不晚不晚，我来的还是很及时的。神医，哲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收到了我那药王小师侄的求救，他也被困在了唐门之中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让我瞧瞧你的脉象如何。这毒是雪薇姑娘身上的，莫非她出事了？她之前被丫带走了。果然如此。 我那被逐出师门的小师侄心术不正，却是绝顶聪明。一个几近完美的毒人落在他手上，确实能将他体内的毒取出来，用在其他用途之上。这毒不好解，你先服下药丸压制，等离开此地，我再为你解毒。多谢神医。白神医，你可有法子救下唐连月？冰月天蚕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解？我试试阿火。蛇应该是吃蚕的吧？大概是吃的。阿火又是什么种类的蛇？凤仙火蛇。 这就是阿火啦。阿火可没有小青听话，知道叫他出来没好事，都不肯干活了。这就对了啊，干活干活。 这屋子似乎没有方才那么寒冷了。是啊，而且在一点点的变短。若是有天海炎珠在，此刻唐连月便已经能恢复正常了。这阿火虽说也是比较珍贵的炎性奇蛇，想要用它的火来解掉这里的寒，至少需要2个时辰，但也只能恢复正常，暂时还无法恢复意识。 只可惜，你们不会再有这个时间了。当暴雨梨花镇的峡口对着你的时候，小心！你便已经死了。 神医，你快看！和我无关啊。普通人在这样寒冷的情况下，想要恢复正常，
确实至少需要2炷香的时间。神医说的是普通人，可他是唐连月。是，我可是唐连月。你终于醒了。我如何也想不到，来此救我的，居然是你们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在中埋伏的第一时间，不就应该想到我吗？是你。什么叫是我？我是谁？沐雨墨。居然直接就回答了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是啊，毕竟他是唐连月。那个，苏家主。看样子有人是看不到我。穆姑娘。玄武使，你遇到麻烦了。希望苏家主能助我一臂之力。看来今夜有2块上好的磨刀石。诡异夜鸦，我很不喜欢旁边这位唐门翘楚，但我更不喜欢你这个肆意玩弄人命的家伙。神医说了，若是有机会见到你，便让我替药王谷除掉你这个叛徒。看来你很听我那位小师叔的话，但你想取我的性，可没这么容易。去吧。此人是谁？他是我唐门的副门主唐连皇。若苏家主能助我救下大师兄，此恩情我定然此生不忘。恩情？为了报恩，你什么都肯做吗？只要不违背正道。废话。死吧！春水剑法，朝射。宇哥，为何不用18剑阵？唐连月想要救下他，而不是杀了他。18剑阵是杀人之术，无法救人。雨墨，先困住夜鸦。千珠之阵，起。并未练过这毒沙掌，是从雪薇身上引走的毒。也罢，只是小试一下这金身药人的威力。今夜就陪你们玩到这儿，我们走。休想逃！师兄。幸亏有白神医这条小蛇。该死！你方才已经看见了，就算你能找到叶阳，也无法从他的手中救出你的大师兄。他们究竟把我大师兄怎么了？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金身药人至少人是活着的，只是失去了意识，但武功会比之前更进一步。若我没猜错，唐灵皇虽然身为大师兄，年纪上比你大上不少，但你们二人武功应当是在伯仲之间。可方才他以1敌2，还占了上风。究竟如何才能破解药人之毒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
我只知道，杀死药人的办法只有一种：一剑穿心，绞碎他的心脏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急迫，可如今你大师兄的生死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，便只能等。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雨墨，我们走。殿下这来鸿去雁，用的是越来越好了。一点诡道之法罢了，都是当年李先生教的。哦，当年的李先生，他呀，虽然执掌天下第一学府多年，可他自己却是个离经叛道之人。除了正常的刀剑功夫以外，对于这些奇门遁甲、阵法鬼术，也都是极为精通。要是让他知道我用这个术法避开所有人来这里喝酒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摇头啊？殿下，可要吃什么酒？还是老样子？啊，那找酒吧。好。若不是跟了他一路，还真发现不了他。琅琊王在这饮酒。大家长，你吓我一跳。抱歉啊。这个世界，一个人在这饮酒毫无护卫，还没有引起围观，还真是稀奇啊。再好喝的酒，带着仇一喝，也会变得很苦。你是何人？烦请将外头那些客人散了吧，明日去王府找管事报销今日损耗即可。是。暗河新的大家长苏昌河。你很自信。人的野心自然要足够强大，才能有战斗一生的欲望。而对于我们杀手来说，能杀掉世上最难杀的人，就是我们最大的野心。说的倒有几分意思，这句话值得饮上一杯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世人口中万丈光芒的琅琊王，会独自一人坐在这酒馆中喝酒。你很孤独。我跟了你许久，你身边才是真正的无一人。因为今日的你，刻意让自己不被别人发现。哦。因为你刻意的想要看一看。这个天气，这个天下，没有你，琅琊王会是如何？是不是依然还是那个样子？是不是你这些年这么多的抉择取舍，根本就不值得？若你不是杀手，倒是值得真正和你喝上一场酒。很可惜啊，这世间不能没有你，琅琊王。在光明处你有人瞻仰，而在黑夜有我们在等你。在天启城，我可许久没有打过架了。
天下不肯拔剑，是想拖延时间？是我忘了该如何出家。忘了？我曾经有一剑，名天下第三，是因为我师父李先生他有一剑，剑名天下第二，寓意我为天下第二，谁人敢称天下第一？那你的天下第三，便是自学堂李先生之后，剑术之道便在于你了。我真该和那个家伙换一下，让他来杀你。可我挥不出那一剑了。我还记得创剑时的快活，用剑时的豪迈。可如今，当我提剑而起时，便只觉得兴致寥寥，而后阙剑也没有回应我。好阙，只是一柄剑而已。名剑有灵。你这一剑虽然有包容万象的宏伟，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空洞苍白。因为你的剑意之中有着太多的仁义宽宏，而少了能真正置人死地的杀心。这样的剑，我不怕，因为世人眼中的天下，从来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你这一剑杀的是人心，能褪去执剑者的杀意，而我不一样，我出剑便是为了杀人。是啊，毕竟没有一剑可以真的容下整个天下。大家长，拦不住。一个人跑出来喝什么酒？还以为自己是那个任性的皇子吗？心月姐姐，天启四手，青龙使。我就知道，暗河的人来天启城没什么好事。你和苏梦雨那个家伙不一样，韩一跟我说过，见到你不用犹豫。剑心中心将万千，是比我还极致的杀人意。看来是我这万千星剑的威压还不够，让你竟然还有时间说话。是你，不错，是我。就算你来了也没有用。哎呀，麻烦大了。许久不见了，苏哲先生。哼，殿下好记性啊，还记得我？催命铃，夺命环，不敢忘。我现在妹是暗河令了，帮我们一条生路，如何啊？
当年我护送镇西侯回京，有人花重金收买暗河，取我性命。当时的苏哲先生也曾在占尽上风之时放我一条生路。新月姐姐，让苏先生离开吧。放火归山，后患无穷。一定要打。新月姐姐，让苏先生离开吧。苏沐雨厨艺不行，倒是挺会挑的。这饼子不错啊。也不知道尹宗的那帮人对他好不好，不会像对犯人那样给他吃糠咽菜吧？怎么搞成这样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救尹，其他的等下再讲。这2个人看起来都快死了，先救谁啊？先救头，先救头，我没事。啊，不对，我还撑得住。现在不装了。非也啊！我是真的差点死了，只是我机灵躺下，见我对他没有危险，这才放我一马，所以我才没受重伤。不像头这是被万箭穿心了呀！你闭嘴！这是遇到了谁？剑法竟这般可怕！天启青龙寺，心剑传音。先把血止住。还真是个坏坯子。我都这般惨了，神医你还骂人呢？用这药，给苏昌河涂遍全身，1日3次，用完了再来找我要。这药便可以了。用这个我还嫌浪费了呢。说吧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把自己弄得这般凄惨，看起来唬人，但实际上一点内伤都没有。搁我这儿演苦肉计呢？敢问前辈怎么称呼？我姓卓。卓？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？有人想猎我，有人想杀我，有人想救我，最后我就进了这里。都是别人想，那你想什么？远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爹，自己小心。爹，爹，爹。我想求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一个我必须要知道的答案。既然如此必须，为何拖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找到呢？因为当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，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。曾经的我还做不到。你用了“曾经”二字，相信很快就能实现了。首先，
你得从这里出去。据说影宗的监狱，只见人死，未见人生。我的朋友会救我。一个暗河中人，居然用朋友称呼另一个人，你还真是有些特别。若他一直不来救你呢？那便趁此机会多休息休息。你好像对我没有戒心，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。因为前辈，你姓卓，只因一个姓氏？是。因为我的父亲便是姓卓。果然是你，阿爹。玉安，再次见到我，你好像并不惊讶。醉梦谷，如醉如梦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可即便这一切都是幻觉，我还是忍不住想和阿爹多说2句。孩子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阿爹，我会找到当年无间城灭城的幕后黑手，亦会重拾属于我们无间城的荣誉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一个人走到今日，应当很不容易吧？也不全是一个人。这些年，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。这醉梦谷发作的更厉害了。玉安，爹爹一直坚信，你可以让无间城重现于江湖。但比起这些，听到你这些年身边仍有朋友相伴，倒更能让我心安。阿爹，每日都是这些稀粥咸菜，能不能换点东西啊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油豆腐。油豆腐？你以为你是座上宾呢？你是阶下囚。油豆腐，是不是还得是带肉馅儿的那种啊？哼，这窝头可真够硬的。宗主大人想跟别人谈条件，就安排这样的饭食。宗主大人并没有交代什么，只是来自影域的罪人吃的向来都是这些。去，给苏公子准备油豆腐，还得是带肉馅儿的那种。苏公子还想吃什么？再来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即可。哼。去。是。如何？回大人，他依旧被醉梦谷所困，并无任何异样。那就回去复命。宗主大人还真是足够谨慎，每日都派你们来查一遍。是。我来这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：义捕以你的性命要挟苏昌河，刺杀琅琊王。他同意了，已经出手了。看来似乎对此你并不感到惊讶呀。昌河喜欢做疯狂的事情，刺杀琅琊王这件事足够疯狂。我相信，当他拔刀的那一刻，无论出于是何目的，都会很兴奋的。不过，他
他必然是败了。哦，为何这么说呀？若是成功了，我不应该被放出去吗？哼，也对，刺杀自然是失败了，苏长河似乎还受了重伤。不过，他以此为由，要求义部准许更多的暗河精锐杀手入天启城。舅舅，你知道何为亡命之徒吗？不要命的，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家伙。所谓亡命之徒，便是喜欢将自己置于最危险之地，然后再搏出生机的狂徒。永儿所说的，可是那位差点被李新月杀死的暗河大家长。亡命之徒已然已深入局，接下来便是图穷匕现了。那份名单已经派人交给祈祷叔了，已经送过去了。按照七叔的速度，怕是那些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那份名单我看了。大家长，你可真狠！哼，怎么说？我左看右看，那份名单选择人的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谁最能杀人，谁来。哼，这不就是暗河的源头吗？不过，我好像找到了一位老朋友，他才是我们最锋利的剑。你是说？谁？穆慈陵。嘘，是我。不要跟见了鬼一般的大吼大叫，不然我杀了你。你终于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找你。苏沐雨说，在你离开九霄城之后，就派人寻了你，还给你带了封信。他说，可以治好我身上的锥心毒。确实，他中过大家长的生死图，但最后自己请。什么办法？唉，这得把他救出来才知道。狡猾的家伙，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动手那天，我和苏沐雨要去一个地方，你去替我们拦住一些麻烦的家伙。只能拦住啊，不能杀了吗？如果那些人执迷不悟的话，就都杀了吧。你来了。哎呦呦呦呦！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！喂，你现在已经是家主了，能不能正经一点？雪薇，雨墨，好久不见了。宇哥呢？他怎么没来？对啊，宇哥呢？怪了，方才我见到苏家3个人，他们也问我苏沐雨怎么没来。如今我见到自家的人，你们还问我苏沐雨怎么没来？苏沐雨怎么没来？所以宇哥为什么没来？因为他被抓了，如今正在影宗的大牢里边关着呢。什么？宇哥是何等的实力，能被影宗关起来？这里是天启城，人家的地盘。所以影宗在哪里？如若被抓的人是我，你会如何？从长计议。那如今被抓的人是苏沐雨，你又当如何？
事不宜迟。我哭了。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其实……我装的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动身救援宇哥？莫急，苏沐雨如今在隐域里边，暂时不会有任何危险。等时机到了，自然有你们一战的机会。如今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传令吧。大家长作何感想？我说的这些，自然都是大家长的意思。大家长也没有任务指派给你们，唯有一点，你们几个都是隐匿入城的，应当继续保持隐匿，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你们的踪迹。还有，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面纱戴上，要不然的话，太容易暴露身份了。知道了。我托你查的那件事情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玄武使一直没有回天启，你这一趟怕是见不到他了。走了。真冷漠。这样，早知道如此，就不跑这一趟了。诸位，我们今天说的是开国皇帝萧绎。好。他是身高8尺，英武非常。5岁的时候习武，且只练一本3文钱买来的《七叔，是解释。庆阳来了啊，坐。寂寂无名的小童开始练。此人正如他名字当中。七叔，您这是把整个谢家都搬过来了？毕竟来的是皇城，我们这样的人呐，这一生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带兄弟们见见世面。他是不妥吧？放心，我借用了他人的身份，如今我们是五虎断山派，入天启是来参加比武大会的，无人会怀疑我们的身份。暗河来了苏哲与谢奇道，还带着18名精锐的杀手，才20个人，要杀死琅琊王，可远远不够啊！苏昌河也带来了个消息，定下了动手的时间。3日之后，琅琊王会去风小寺问佛，届时随行的只有李新月和姬若风2人，是除去琅琊王最好的机会。这个习惯我也有所耳闻。的确是个好机会，那便就在那日动手吧。你带上鹰眼团，守住隐域，在暗河完成任务之前，任何人不许接近，也包括我，包括宗主。对，包括我。宗主，你是怀疑？只是以防万一，这一次苏昌河实在是太配合了，这让我心里很不安呢。遵命。宗主，这是场赌博。是啊，所以这一次我赌的是，当今圣上。他也想琅琊王死。当今圣上和琅琊王乃是手足，甚至于那皇位也是琅琊王让给他的。便是因为这皇位是琅琊王所让的。3日后，风小寺。平日里倒是看不出琅琊王竟是那虔诚信佛之人。他并非是什么想去礼佛，
他是想去见人。人来了多少？七叔带了10余人来，加上哲叔，明面上共计20精锐，前去截杀琅琊王。至于暗里，雪薇、昌黎他们都已经到了，算上你我，共计7人，影宗毫无察觉。8人。你不是暗河中人，这件事情跟你无关。但我是苏沐雨的朋友啊，他也是南安城药庄的大盗。好吧，那你可别死了，不然他会怪我的。我可是苏哲的女儿。哎，对了，我那爹呢？这一次他又有什么任务啊？他的任务是最重要的。去，影宗来人了。不是乌鸦，乌鸦另有要事，我乃影宗左影卫士骆天祥。听说你们影宗右影卫士就是孤剑仙，名字还与我相近，都是青阳。既然你是左影卫士，也姓骆，想必也很厉害吧？骆师兄剑法盖世，整个影宗几10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个剑仙，我不如他甚多。那敢问左影卫士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？乌鸦传递了大家长给的消息，宗主决定3日之后，封小寺截杀琅琊王。回去告诉你们义府宗主，3日之内，我们要更多情报。杀琅琊王，可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决定的事情。这是自然，此战我们都已没有退路，宗主会让这天启城的影子与你们同行，关键时刻，他会亲自出手。宗主，3位长老来了。看来宗主是遇到麻烦事了，居然同时把我们3人喊来。只是我明白，3位长老已经退隐江湖，不想过多的参与天启之事。只是这次事关重要，可能要调动影宗的大半人马，所以我希望3位长老可以帮我守卫一个地方。需要我们3人去守卫一个地方？你说的是万卷楼？是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别睡了，大师。王爷呀，哎呀，抱歉呀，一路行来略感疲惫，睡着了。望喜大师和忘忧大师还真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我那师兄啊，名为忘忧，可如今却是天天忧愁不断。我名望喜，却过得自在逍遥，真是命运弄人呐。方才入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佛陀与我相谈，谈着喜忧之道。大师啊，你我相识多年了，又何苦在我面前装高人呢？你其实是梦到了天香斋的百素宴，从辰时一直吃到了日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口水流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
宗应当也有大部分势力被调走，包括这万卷楼。但似乎影宗的底蕴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厚。有点本事。看来我们那位苏家主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大哥，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覆灭影宗吗？影宗的存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是天启城的事情。我们此次的目标是那座楼。那座楼有什么特别的？万卷楼里面藏有暗河所有人的讯息，据说从出生伊始一字不漏。那岂不是当年的仇？等我们踏入那座楼再说。穆子良，为君开路。宗主，暗河众人在一个红衣刀手的率领下冲进来了。宗主，万卷楼那边发出的令箭，应当是有人闯入了。宗主，血官带着一名精通易容术之人，变成了您的模样前来劫狱。苏沐雨现在已经离开影域了。他们同时派人袭击了琅琊王，攻击了国丈府，这为的到底是什么？只怕攻击风小寺那边是假，对我们影宗的围攻却是真的蓄谋已久啊！他们假意击杀萧若风，借走影宗的大批人马，致使现在府内守卫空虚。好大的一盘算计呀！只可惜他们忘了，我若是没有后手的话，又如何执掌影宗这么多年？万卷楼，我还给他们留着一个大礼呢。为何他们如此在意万卷楼？他们真正惧怕的，不是影宗的武力，而是影宗掌握着暗河所有的秘密。只要他们毁掉万卷楼里面隐藏的所有卷宗，他们就能够彻底隐匿行踪，建立一个真正崭新的暗河。这一次，我真的是赌输了。只可惜，苏沐雨，你永远都无法得到武建城覆灭的秘密了。你赌他们因为要自由而服从于威胁，可是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他们这一路走来，就是因为不害怕威胁而越来越接近自由。我提醒过你，易宗主，把剑都收起来。比起他们来，你的确是个更好的交易对象。哼，只可惜呀，现在绵龙剑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早就劝过你，苏沐雨第一次来府上的时候，就该杀了他。如你这么说，那当年在冠姓之礼上，你就应该杀了他们，哪还有今天这些事情？曾经的穆家家主穆子哲，今日就由我来完成当日未完成之事吧。杀死苏长河，夺回绵龙剑，由我来统领暗河，再和你易宗主做一场交易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暗河苏沐雨。你的名字？影宗谢在野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直伞拐。睡了许久啊。师尊，此行何去啊？看望故人。师
师尊还是这么高深莫测呀？竟是国师。这里由禁军把守，前朝最具权势的5大剑坐镇，普通人来了，3里之外便会纷纷避让而行。你来做什么？齐某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了卓清公公，一时兴起，就到此地来寻公公了，想与公公下一局棋。自从几代前曾发生的阉党之乱起，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再度发生，后来的历代皇帝驾崩之后，随侍其身旁的5大剑都要被派往这里镇守皇陵，故而齐某也只能到这里来找公公啦。哦，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。国师还真会挑时间啊！齐某不仅会挑时间，还很会拖时间哦。可惜国师有梦，卓清今夜却无此般雅兴。哎，按照先祖遗训，守陵的太监不得离开皇陵半步，而如今公公又走了一步，还不算那7、8、9、10、100步的。国师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意思了。是啊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有意思了。看来国师今日是一定要拦着我了。那也未必。就是真的想下棋了。我俩要是打起来，整个天启城都会颤一颤吧。自从百里东军与叶鼎之大战皇城之巅后，这天启城很久没有热闹了，或者说，有些热闹在夜里发生，在晨起时结束，很多人都看不到。若是当年我头上没挨李先生那一下，今日便真要与国师战上一场了。也不知是李先生料事如神，还是他就是想要欺负我。别想了，他就是想欺负你，还是与我下棋更好一些。
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，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七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七星连珠。 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七星连珠，一剑强过一剑，你若再接一剑。 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这是太极剑，一个杀手居然会这世间最缓慢的剑法，但接下来的剑可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可你的剑齿分明也在消耗你的气力。下一剑，请吧。 这里便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看看我们那位苏家主。好，这便是所谓的影宗啊！凭此实力还想直饮暗河，愚蠢！这是穆家的宝物，天音九转琴。之前我回宗门苦寻多日未得，原来被他给随身带在身上。你果然还活着呀！你这个叛徒，身为穆家之人，竟与苏家人行事，白痴！ 暗河都已经变天了，你还在这苏家穆家呢？你已经被洪流抛下了。死吧，和那死去的旧暗河。 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
两位曙光，来了。是责怪我来晚了？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山河，见过3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敢问前辈们尊姓大名？谢必佑、穆福生、苏子言。你们姓谢、穆、苏，是暗河3家之姓。你们是？他们听了我们的姓氏，很是惊讶呀。不错，我们和你们暗河那3支，本就是一脉而成。当年，我们的先祖，有些人去了江湖，而有些人，则留在了这里。我们3个人，就是留在这天启城这一脉的后人。是你们的先祖罢了，并不包括我们2人。